你有没有在深夜翻过自己的朋友圈，从头像到背景，从签名到每一条动态，越看越陌生。那些精心挑选的照片，那些反复推敲的文字，那些看似云淡风轻的生活片段，每一条都写着一个字：累。你的手指停在删除键上，犹豫了很久，最后按下去的那一刻，你并没有哭，反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那一刻你终于承认，你早就厌倦了这场表演。你厌倦了发完一条动态后，每隔几分钟就刷新一次页面，看看有没有新的点赞，有没有期待的评论。你厌倦了为了拍一张照片，把桌子上的东西挪来挪去，调整光线和角度，最后还要花20分钟修图。你厌倦了写一段文案时，反复删了又改，改了又删，既要显得真实，又不能太消极，既要有点深度，又不能太晦涩，既要幽默有趣，又不会被误解为轻浮。你厌倦了活在别人的眼光里，用一个精心设计的假人代替真正的自己，日复一日的演出。这就是最深的痛点，不是你不够努力，而是你把太多的能量浪费在了表演生活上，而不是真正去生活。你站在人生的舞台上，聚光灯打在你身上，你笑得很好看，但那不是你的脸。你问自己，我到底在证明什么？我给谁看？我为什么非要被看见？每一次刷朋友圈，你都像走进了一个巨大的展厅，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展品，每一条动态都写着我过得很好，我很幸福，我的人生很完美。你看着别人升职加薪，旅行度假，恋爱结婚，生儿育女，你看着别人买房买车，创业成功，财务自由，人生巅峰。你越是看，越是焦虑，越是焦虑，越忍不住接着看。你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攀比，比的不是谁更幸福，比的是谁看起来更幸福。你明明知道那些光鲜亮丽的动态背后，有着你看不到的鸡毛蒜皮，有着你想象不到的疲惫和委屈，但你还是忍不住拿自己的真实去跟别人的包装比较。你输了，不是因为你不努力，而是因为你拿自己的全部去跟别人的高光时刻较量。比较本身就是不公平的。朋友圈是一部直播精华级的连续剧，而你却拿它对照自己完整的人生。在这场社交表演中，你既是演员，也是观众。你给别人的表演点赞，期待别人回馈你的表演。你和所有人一样，戴着一副叫人格面具的假脸，在戈夫曼所说的前台拼命演出，生怕哪一天后台的真实自己被谁撞见。你害怕被人看见你的脆弱，害怕被人知道你的迷茫，害怕被人发现你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强。你害怕别人说，原来你也不过如此。于是你继续演，继续撑，继续用精美的文案掩盖生活的真相。你以为这样的表演能换来什么？是认同，是羡慕，是被喜欢，是被记住。但你得到的是什么呢？是一颗越来越焦躁的心，是一份越来越空的成就感，是一个越来越陌生的自己。你越是被看到，就越是感到孤独。你的点赞越来越多，你的朋友越来越少，你的动态越来越精彩，你的内心越来越荒芜。这就是所谓的社交倦怠。你不是不想联系别人，你只是厌恶了这种表演式的社交，厌恶了用假笑的图片去维系一段名存实亡的关系。你真正想要的，不是更多的点赞，而是一个能看懂你沉默的人。但你始终没有等到。于是有一天，你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你按下了删除键，一条接一条，没有犹豫，没有不舍。你清空了所有的动态，换了头像，改了签名，消失在所有人的视野里。身边的人都说你变了，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你是不是受了什么打击？你是不是抑郁了？你笑了笑，没有说话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你是清醒了，你不是崩溃，你是在回收能量。你没有失语，你只是不再需要向世界汇报你的日常。
你没有放弃表达，你只是把最好的表达留给了行动。你终于明白了，最高级的成熟是学会闭嘴与隐藏，在这场沉默的背后藏着一套深刻的底层逻辑。荣格说，每一副人格面具都在消耗真实的你。你戴久了面具，就会忘记自己本来的样子，你演多了别人，就会失去做自己的勇气。但你主动撕掉面具的那一刻，不是毁灭，而是重生。你不再需要为任何人表演，你终于可以回到后台，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。那个自己可能很普通，可能很安静，可能没有那么精彩，但它是鲜活的，不费力气的，不需要解释的。你终于明白，真实不需要证明，你存在就足够了。卡尔。荣格在分析人格面具时指出，人格面具是人类社会化的必要产物，它帮助我们适应不同的社交环境。在职场中，我们要显得专业；在社交中，我们要显得得体；在家庭中，我们要显得可靠。这些面具本身没有错，问题在于，当你开始依赖面具，甚至认为面具就是自己时，你就失去了自我。朋友圈就是这样一种极端的面具化场景，你可以在上面展现出你想成为的任何一个版本，唯独没有勇气展现真实的自己。你害怕被人看穿，害怕被人发现，那个光鲜亮丽的人其实也有一堆没有解决的问题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当你清空所有动态时，你就是在对所有人说，我拒绝继续扮演你了，我要做回我自己了。这个决定看似简单，背后却有着极深的心理学机制。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告诉我们，人的社交行为可以分成前台和后台。前台是表演区，你按照社会期待行动；后台是真实区，你可以卸下所有防备。朋友圈就是典型的前台，你发布的每一条动态都是在台上表演，你的观众是你朋友圈里的所有人，你的表演内容是你希望别人看到的你。但当你清空动态，甚至设置3天可见，或者彻底关闭朋友圈时，你实际上是在做什么？你是在主动撤掉舞台上的聚光灯，你是在告诉所有观众，演出结束了，演员退场了，我要回后台了。这是一次极其清醒的撤退，不是逃避，不是放弃，不是畏缩，而是一种主动的、有意识的、战略性的能量回收。你收回的不只是时间，还有关注，还有情绪，还有那个总是交出去等着别人评价的自我价值感。你终于不用再问自己，我发的这条动态，别人会怎么想？你终于可以全身心做一件事，而不需要向任何人汇报进程。你终于可以允许自己失败，因为你知道，失败不需要被围观，成功也不需要被庆祝给别人看。你开始享受这种沉默，这种几乎与世隔绝的安静。没有人知道你几点睡几点起，没有人知道你去了哪里在做什么，没有人知道你今天过得开心还是难过。这听起来很孤独，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，这其实是自由。过去你一直相信一个谎言，认为被看见才有价值，被人关注才重要，被人赞赏才幸福。但事实恰恰相反，你越是渴望被看见，你的视线就越集中在别人身上，你越是想证明自己，就越是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里。你越是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就越容易忽视自己真正想要什么。这个谎言的代价是，你把自己的价值判断权拱手交给了别人。你不再知道自己今天开不开心，而是问别人觉得我开不开心。你不再知道自己做得好不好，而是数有多少人给我点赞。你把自己活成了一道单选题，选项是别人给的，标准答案也是别人定的。你来来回回做了很多遍，也拿不到一次满分。直到有一天，你突然撕掉了这张卷子，你把笔放下，走出考场。你说，我不玩了。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觉醒时刻。欧文·戈夫曼可能会告诉你，
你退回到后台的那一刻，不是你输了，而是你赢了。因为你终于学会了区分什么是表演，什么是生活，什么是给别人看的，什么是给自己活的。你不再需要靠点赞数来确认自己今天值不值得开心，你不再需要靠评论区的赞美来确认自己是不是一个有趣的人。你不需要外界的肯定了，因为你终于学会了自己肯定自己。这就是情绪容器理论的精髓。成熟的人不会急着把情绪倒出来给别人看，他们自己建造了一个情绪容器，有足够大的容量去容纳所有的不安、焦虑、困惑和沮丧。他们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学会了与情绪共处，让情绪流淌过身体，然后慢慢消散。发朋友圈的本质是什么？是情绪的及时宣泄。你今天很难过，发一条动态等安慰；你今天很开心，发一条动态等赞美。你把自己的情绪快递给了所有人，谁给你点了个赞，你就觉得自己被看见了；谁没给你回复，你就觉得自己被忽视了。你把情绪的遥控器交给了别人，你的喜怒哀乐全凭别人的反应来决定。但那些真正沉默的人，不再发动态的人，甚至清空朋友圈的人，他们进化到了另一个阶段。他们不再需要及时宣泄情绪，因为他们已经学会了自己消化。他们不再需要外界的安慰，因为他们自己就能安抚自己。他们不再需要廉价的赞美，因为他们内在的成就感已经开始生长了。这是一种极其深刻的心理成熟，它意味着你不再是情绪的奴隶，而是情绪的主人。你看那些半夜在朋友圈发泄情绪的人，第二天醒来大概率会删掉，因为他们后悔了。他们觉得自己太冲动，觉得自己的脆弱被太多人看到了。但那个默默删除一切的人，从头到尾都很清醒，他的每一步都是想好了才做的决定。他没有情绪崩溃，他只是在理智地做减法。他知道一个干净的手机屏幕比一个热闹的朋友圈更能给他安全感。他明白真正的强大不是去征服世界，而是收回自己散落在外的能量。这种能量回收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变革。你每天刷朋友圈的3个小时，如果用来读书，一年能读多少本？如果用来学习技能，一年能掌握什么？如果用来运动，一年能减掉多少脂肪？如果用来陪伴家人，能收获多少温暖？你扪心自问过吗？那几千个小时，你到底花在了哪里？你刷到的那些动态，有哪一条真正改变了你的人生？你点的那些赞，有哪一个帮你解决了现实问题？你写的那几百条回复，有哪一条让你的收入翻倍了？没有，一条都没有。你付出的时间成本几乎是零回报，你得到的只是短暂的快感，短暂的满足，短暂的逃避，然后又是更深的空虚。社交媒体的本质就是一种不完整且连续的上瘾，它给你制造了很多虚假的满足感，但从不给你真正的价值。你越是用它填补空虚，你的空虚就越大。你越是依赖它，你就越害怕独处。你越是频繁地查看别人的动态，你的自我价值感就越低，因为你始终在拿别人的标准衡量自己的人生。那个删掉所有动态的人，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他消失的有多彻底，而在于他有多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他不是因为一时冲动，而是因为深思熟虑。他不是因为受了打击，而是因为看清了真相。他不是因为害怕社交，而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他戒掉的不是朋友圈，而是一种被看见的渴望。他不再需要通过外界的目光来确认自身的价值。他把100%的精力收缩回现实世界，去打磨真正的实力。你告诉我，这样的人厉不厉害？这是一个充满力量的转折时刻。当外界的规则对你失效的时候，你内在的需求就会开始浮现。你终于听见了一个声音，不是别人告诉你应该怎么活，而是你自己问自己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这个声音很微弱，
但它一直都在，只是过去被你手机里嘈杂的信息淹没了。现在你关掉了那些噪音，它终于清晰了。你想要的其实很简单，你只想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，将它做到极致。你只想爱一个真正值得的人，将他爱得深沉。你只想活出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故事，而不是别人期待的那个版本。这些都是朋友圈给不了你的。朋友圈只能给你点赞，但它给不了你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朋友圈只能给你评论，但它给不了你前进的方向。朋友圈只能给你关注，但它给不了你真正的陪伴。所以你选择了沉默，不是无话可说，而是把话留给了真正重要的事。有一个反直觉的真相是，那些看起来最成熟、最稳定、最可靠的人，往往不是最快乐的人，而是最会自我消化情绪的人。他们不是没有痛苦，而是懂得如何跟痛苦共处。他们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学会了延迟情绪的表达。延迟满足是心理学家沃尔特·米歇尔在棉花糖实验中发现的最重要的心理特质。那些能够为了长远目标放弃及时满足的孩子，在成年后取得了更高的成就。你看看朋友圈，发完动态就看点赞，这是在追求什么？是及时满足。你不需要等待，你发出去的那一刻就在期待回应，每隔几秒刷新一次，就像一只等待投喂的动物。你把你的情绪剁碎了放进碗里，等着别人来喂你一口满足感。但那个删掉所有动态的人，他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。他不再向外求，而是向内求。他把所有想要倾诉的欲望忍住了，把所有等待被看见的渴望收回了。他像一座沉默的冰山，水面上你看不到任何波澜，水面下却有巨大的力量在涌动。这种克制本身就是一种极致的自律，不是那种打卡给自己看的自律，而是那种你做得很好，但不需要告诉任何人的自律。你每天见他在做事，但很少听他说在做什么。你看到他在进步，但他从不炫耀自己走了多远。他屏蔽了所有干扰，屏蔽了所有噪音，屏蔽了所有试图分散他注意力的信息。他不社交，不是因为他社交能力差，而是因为他知道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。他不回应，不是因为他冷漠，而是因为他把精力都用在了刀刃上。他不解释，不是因为他理亏，而是因为他活到了不需要解释的段位。你以为他失去了什么，但他得到的东西是你永远想象不到的。他得到了时间的自由，他所有的精力都归自己支配。他不需要预留时间去维持浅薄的关系，他不需要消耗心力去策划下一次朋友圈的发布。他得到了专注的能力，在一个人人都想方设法抢夺你注意力的时代，能够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身上，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天赋。他得到了内心的安宁，他不再比较，不再焦虑，不再被外界的声音搅乱内心的节奏。他终于可以静下心来，听自己的心跳。当一个人不再向外界索取力量的时候，他就会产生一种由内而外的强大。这不是装出来的自信，不是靠别人的称赞堆砌出来的优越，而是一种从骨头缝里长出来的骨气。该来的会来，该走的会走，该成的会成，该败的会败。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口深井，而不是一条小河。小河每天哗哗作响，宣告自己的存在，但一场干旱就干涸了。深井不言不语，安静地待在角落里，但只要有人来，就能打上甘甜的水。他不需要证明自己的存在，他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最强的存在感。你可能会问，那是不是以后就不发朋友圈了？是不是就彻底与世隔绝了？是不是再也不社交了？当然不是。重点不是要不要发朋友圈，而是你发朋友圈的动机是什么。如果你发出来的东西是因为你想要记录，而不是因为你想要被点赞，那你就回到了真实。如果你发出来的东西是因为你真心想分享，
而不是因为你害怕被遗忘，那你就掌握了主动权。如果你看到别人晒美好生活时，内心毫无波澜，不会觉得别人比你幸福，也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如人，那你就赢了。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你用不用社交媒体，而在于你是不是还在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人生。那些真正厉害的人，不是不发朋友圈，而是他们发朋友圈时带着一种底气。这种底气来自于他们的现实生活足够充实，他们不需要用虚拟的点赞来填补内心的空洞，因为他们的现实生活就已经让他们足够满足。他们不需要炫耀，因为他们不需要靠别人的羡慕来确认自己的成功。他们也不需要解释，因为他们活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，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这条路是对的。他们的沉默不是放弃表达，而是选择用行动表达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，很多人一辈子也跨不过去。在极少数时刻，你会突然被击中。你可能会告诉你自己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也不为别人活了。但这个决心通常只能维持3天。第3天，你又开始频繁地刷朋友圈，看到别人的美好生活，你又开始焦虑，又开始怀疑自己，又开始想发点什么证明自己过得也不差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真的能做到删掉所有动态，并且长期保持沉默的人这么少。因为这件事太难了，它需要你面对一个残酷的真相，在没有外界掌声的情况下，你还能不能喜欢自己？你有没有勇气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，依然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？你有没有底气在没有赞美的情况下，依然相信自己的价值？这才是考验。大多数人做不到，因为他们一直靠外界的反馈来喂养自己的自我价值感。他们一旦断掉了这种外界的补给，就会感到恐慌，会觉得自己不存在了。所以他们会反复地删了发，发了删。他们既不想向外界表演，又受不了不被关注的孤独。他们卡在中间，既无法彻底回到真实的自己，又无法继续自欺欺人的表演。只有少数人能在某一天彻底想明白，他们告诉自己，我的价值不需要被点赞确认。他们按下了那个删除键，从此再也没有回头。你不是消失，你是用沉默在宣战一场与过去那个软弱自己的告别。你删掉的不只是一条动态，而是一种旧的生活方式。你换掉的不只是一个头像，而是一种看待自己的方式。这场蜕变没有仪式，没有观众，没有掌声，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午后。你想通了，然后你照做了。从那天起，这个世界少了一个演员，多了一个真实的人。这个人可能没有以前那么热闹，但他比以前更坚定。这个人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受欢迎，但他比以前更喜欢自己。他不再试图讨好这个世界，不再试图活成任何人期待的样子。他开始把时间用在自己真正在意的事情上。所以如果你问那个删掉所有动态的人到底在怕什么，我告诉你，他什么都不怕，他只是不想再在一个不属于他的舞台上跳舞了。他只是想回到属于自己的人生里，安安静静地活一回。那些删掉所有动态的人，才是朋友圈里最可怕的狠角色。他们狠在决心，狠在清醒，狠在舍得。他们舍得放下过去的荣耀，舍得放下虚假的关系，舍得放下别人眼中的自己。他们用沉默回答了一切，他们用行动取代了所有言语。这就是这场蜕变的高维视角。当力量整合完毕之后，你会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，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。你会发现，过去那些失败，那些被拒绝的经历，那些走错的路，那些浪费的时间，那些你觉得完全无意义的碎片，其实都拼凑成了现在的你。没有那些弯路，你不会在正路上走得这么稳；没有那些低谷，你不会在巅峰时如此清醒；没有那些虚假的关系，你不会如此珍惜一个人的安静。你过去以为是浪费的东西，
其实都是必要的铺垫。你过去以为无用的经历，其实都在暗中塑造着你。这就是一种人生的结构性重组，你所有的碎片都会被整合进一个新的秩序里。那个曾经发了很多动态但内心空虚的你，那个曾经想要很多关注但依然孤独的你，那个曾经渴望被认可却迷失方向的你，所有这些你都化作了养分，喂养出了今天这个沉默但坚定的你。不用再解释自己走过的每一步路，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串起来了。你也不必再问为什么曾经那么努力还是得不到，因为所有的答案都已经在你的沉默里了。你站在现在的位置，回望来路，不会再有遗憾，因为那些遗憾恰恰是你今天能坐在这里的原因。这就是完整的力量。你不缺什么，你也没有失去什么，你只是把散落的力量收了回来。你不需要再表演了，因为所有真正重要的东西都在台下。这就是找到自我的真正含义，不是找到了一个更完美的自己，而是找到了那个不需要完美的自己。你可能会觉得，就这样退出公众视野，是不是太可惜了？是不是浪费了自己积累的那些人脉？是不是放弃了展示自己的机会？但真正的机会从来不在朋友圈里。那些深夜刷你动态的人，不会在你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；那些给你点赞的人，不会在你低谷的时候拉你一把；那些羡慕你生活的人，也不会在你需要的时候陪在你身边。所有真正重要的事，都发生在真实的世界里。一个真实的拥抱，胜过100个虚拟的点赞；一次真正的交谈，胜过100条底下那些不走心的评论。当你把精力从朋友圈收回来后，你会发现真实的世界比你想象的更丰满。你注意到阳光照在桌上的角度，你听到了风吹过树叶的声响，你看到了路边那只猫悠闲地晒太阳，你感受到了朋友握住你手时的温度。你以前太忙了，忙到没有时间去感受。你以前太在意虚拟的世界了，所以错过了真实世界的所有美好。当你真正醒过来的时候，你会感谢那个删掉一切的自己，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，在虚拟与现实之间，选择了更难的那条路。现在我们来谈谈，如果你也想到达这个状态，你需要做些什么？以下是几个非常具体，甚至有点反直觉的实操练习。第一把火，设置一个数字斋戒日，每周选一天，全天不开社交软件。不是只刷不说话，而是完全不打开。你不需要提前告知任何人，你不需要发一条动态说我要离开了，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，你就做这件事，从睁眼到闭眼。不管谁找你，不管有什么事，都等明天再回复。你可能会觉得，万一有急事怎么办？万一有人找不到我怎么办？你要学会接受这个世界没有你，依然能正常运转。你不在的这些时间，不会有人真正注意到你不见了。你不在的那些人，也不会因为错过你的回复而生活不下去。你需要明白，你对自己很重要，但对这个世界而言，你只是万千信息流中的一条。这一天的沉默不是惩罚，而是一个练习，让你重新习惯不被关注的感觉。不被关注的时候，你依然是完整的，你依然存在，你依然有价值。第二把火，建立行动日记，替代表达日记。不要写我今天多难过，今天谁说了一句让我不开心的话，今天我又想到了什么糟糕的过去。你要写的是，我今天做了什么事，我今天解决了什么问题，我今天又往前走了多远。把你的注意力从情绪分析转移到实际产出上。很多人沉迷于分析自己，分析自己为什么这么焦虑，为什么这么不自信，为什么总是重复同样的错误。你的觉察很好，但如果它没有改变你的选择，那它只是另一种形式的逃避。你花了1个小时分析自己的原生家庭问题，但你没有去解决一个工作上的难题。你花了1个小时写自己的痛苦感受，但你没有走出门去跟一个真实的人说说话。这就是很多人在个人成长中踩的大坑，以为只要理解了问题，问题就会自动消失，以为只要看清了模式，模式
就会自动改变。你的觉察光是看见是不够的，必须落实到行动中去。你要问自己，我看到了这个模式，那我接下来要做什么？看到了自己的恐惧，那我今天要克服哪一件事？用行动替代倾诉，用产出替代分析，用真实的改变替代虚幻的清醒。第3把火，做一个能量审计，拿出纸和笔，列一个清单，左边写你每天花时间最多的人和事，右边写你做完这些事后内心的真实感受。你每天花2小时刷朋友圈，但每次刷完都更焦虑，那就砍掉它。你每天跟那些只聊八卦的朋友吃饭，但每次吃完饭都觉得时间被浪费了，那就减少频率。你每天花在无意义社交上的时间，就是你偷走了你自己的能量。你的能量就像是银行账户里的钱，每天的精力就是你的收入。无意义的社交和无休止的刷屏就是你的支出。很多人天天在透支，却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累，因为你把精力都花在了消耗你的事物上，而没有花在滋养你的事物上。你该做的是把那些持续消耗你的人和事，一个一个从你的生活里删除。这个过程不会舒服，因为你会得罪人，你会让一些人觉得你变了，你会让一些人不理解你。但你要想清楚，你是在收回你的能量，而不是在讨好这个世界。第4把火，启动一个60天的沉默计划，连续60天，不在任何社交媒体上发布任何内容。不是3天，不是7天，而是60天。60天足够你度过戒断期，60天足够你建立新的习惯，60天足够你发现自己不在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改变。在这60天里，你会经历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大约10天，你会感到极度不适，你会想发点什么，你会觉得有话想说，你会觉得不被看见就心慌。第二个阶段从第10天到第30天，你开始习惯了，你不再频繁地想起要发动态这件事，你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现实生活里。第3个阶段第30天到第60天，你进入了自由，你发现不发动态的生活比之前自由太多了。你不再需要安排时间去维护谁的面子，你不再需要为了一个无人问津的动态感到失落。到第60天的时候，你可能不会再想回到过去，因为你已经发现了一个秘密。这个世界的喧嚣是因为你太在意了，当你不再在意，世界就安静了。第5把火，高质量关系维护，代替广泛社交，把你真正在意的人从朋友圈列表里挑出来，加到通讯录里，直接在私下联系他们。不是群发祝福，而是单独发一条消息，问一句最近怎么样，约一个线下见面，打一个15分钟的电话。这样的关系才是有质量的。你可能会觉得，我平时在朋友圈给他们点赞评论，就是在维护关系。我告诉你，不是那样的。点赞不是关系，评论不是关系，私聊才是，见面才是，一起做一件事才是。你在朋友圈里所有的互动都只是一种表面维系，你只是在告诉别人我还在关注你，你也在告诉别人你也来关注我吧。这是一场互相投喂虚无感的游戏。真正的关系是不需要表演的，是你可以沉默，对方也不会误解你，是你不需要刻意维持，对方也不会离开你。第6把火，用成果说话，代替用文字说话。你想表达的时候，不要写一段文字，不要发一张图片，不要做任何形式上的表达，你只需要去做，做出一个成果，拿着那个成果站在人前，那就是你最好的文案。你能做出一件东西，你不需要解释自己有多努力，你能完成一个项目，你不需要标榜自己付出了多少，结果本身就是最好的表达。你用3年时间做成了一件事，比你发3000条动态都更有说服力。很多人用文字代替行动，是因为文字不需要代价。
发一条朋友圈只需要几秒钟，但要完成一件事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。越是在嘴上说的天花乱坠的人，越可能在行动上停滞不前。越是沉默寡言的人，越可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翻天覆地。你选哪一个？当你迈出了第一步，当你开始实践这些练习，你会经历一个无声的转变。你不再急着表达自己，不再急着证明自己，不再急着被世界看见。你开始像一棵树一样生长，所有的养分都输送到根部。没有人在意你在地下的努力，但你的根已经扎得很深了。等到有一天你重新出现在人前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会看见你，但他们看见的不是过去的那个你，而是一个全新的、不需要被证明的存在。这就是那个删掉一切的人最终的蜕变。他不再是一个表演者，而是一个创造者。他不再是一个寻求者，而是一个拥有者。他不再是一个等待被看见的人，而是一个看见世界的人。那些真正在现实中发狠的人，往往都在朋友圈里销声匿迹了。他们不是消失了，而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疯狂生长。等到你再次听到他们消息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站在了你无法企及的高度。那不是运气，那是选择，是每一个安静的夜晚，放弃了一次又一次发动态的冲动，把时间砸进了真正重要的事情里。有人问，你不发朋友圈，别人怎么知道你过得好不好？真正过得好的人，不需要让别人知道，因为那种好是从心里长出来的，不是靠晒出来的。如果你真的好，别人早晚会知道，你真的不需要通知任何人。当一个人不再向世界证明自己过得好时，往往就是他真正开始变好的时刻。那些沉默的狠人，就是这种人。他们在朋友圈里静默如谜，在现实里却轰轰烈烈。他们不更新动态，却在不动声色地改写自己的人生剧本。如果你现在就在经历这个阶段，如果你正感到孤独，感到不被理解，感到自己在时间的洪流里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，请你相信，你现在选的这条路是对的。你不必为真实的自己道歉，不必因为没有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而感到愧疚。你的沉默不是逃避，你的低调不是退缩，你的消失不是放弃，这都是你正在积蓄力量的样子。当别人还在炫耀昨天去了哪里，你今天已经默默地前进了1公里。当别人还在纠结今天的文案该怎么写，你今天已经完成了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情。当别人还在数点赞数等回应，你今天已经学会了跟自己好好相处。你走的路是一辆正在蓄力的跑车，表面上停在那里不动，实际上引擎已经在轰鸣，只等一个合适的时间，油门踩到底。那个人群中安静的人，那个聚光灯外沉默的人，那个在不为人知的角落独自前行的你，你才是真正的狠角色。你的沉默是你的铠甲，你的低调是你的武器，你的消失是你的战略。你不需要留下任何痕迹，因为你的脚印已经踏在了实实在在的土地上。你会明白，最高级的存在感恰恰是不刷存在感。你也会明白，那些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被看见的人，最后都会迷失在别人的目光里，而你把自己的目光还给了自己。当一个人全心全意地注视自己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力是最旺盛的。所以那个删掉所有动态的人，不是消失了，他是终于开始为自己活着了。你删掉不只是几条动态，你删掉的是过去那个软弱的，需要靠别人肯定才能确认自己价值的你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自己的舞台，你就是自己的观众，你就是自己最好的见证人。那些离开了朋友圈的喧嚣之后，你终于拥有的安静，那是一种比热闹更深刻的存在感。你不需要在外面寻找自己了，因为你知道，自己就在里面，安安静静的，踏踏实实的，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在属于自己的路上。这条路不需要被任何人看见，不需要被任何人认可，不需要被任何人点赞，
但你走得比谁都用力，比谁都坚定，比谁都清醒。你的沉默是你给这个世界最响亮的回答。那个删掉所有动态的人，终于夺回了人生的定义权。他不是消失了，他是回家了，回到了那个不需要表演的自己身边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真正的存在不需要被谁看见，真正的强大不需要证明，真正的狠从闭嘴开始。